这孙娘子不会这么淹死了吧？可怜了这沈家三兄妹啊！这没了爹娘，现在后娘也没了，这以后还怎么过？啊，娘没死，这是哪儿啊？我穿越了。我的大儿子沈彻，之前对自己孩子没感情吗？刚才卷在家里面住着下来，跑步的时候是怎么说？对大儿子很敬重，我对他那么差，他还愿意救我。苏娘子可千万别想不开呀，那几个孩子就指望你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孩子的。走吧，我们快点回家吧。娘亲，这是小女儿沈安妮。他们害怕我。妹妹，回屋去。没想到我堂堂大理宗掌门，竟然穿越成了一个恶毒后娘。这家庭条件，恐怕连饭都吃不饱吧？不行，我得想办法，不能让那几个孩子饿肚子。试试能力还在不在？我这力大无穷的能力还在，凭借着超出常人100倍的力气，上山打猎来填饱肚子，是绰绰有余了。哥，娘说去打猎让我们填饱肚子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不信他会这么好心。老二，你照顾好妹妹，我去看看。这山里猎物不多呀，有人！臭小子，跟踪我！出来吧，知道这里多危险吗？就跟过来。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帮娘挖野菜吧。他居然不打我！有兔子！愣着干嘛？还不赶快去把兔子拿过来！走吧，回家吃兔肉。他怎么突然这么厉害了？人也好像变了。娘，等等我！娘回去给你们做个麻辣兔吃。苏雨，你竟然抓了一只野兔回来，给我吧。是张大强，娘之前还欠他赌债，肯定会把兔子给他吃。滚开！娘没把兔子给他。我跟你很熟吗？你还欠我钱呢，我跟你说的很清楚，不想还钱就卖了这几个拖油瓶，嫁给我。娘，我会干活，我会照顾好弟弟妹妹，求你了，不要卖我们。你放心，娘不会卖你们啊。我跟那几个人牙子已经说好了，你这3个孩子成色不错，能卖30两啊！你要是不卖，就别想……哎呦！想逼我嫁给你，哪来的自信？我的牙，我的牙！他竟然打了这男人，护着我们，难道他真的开始对我们好了？我的牙！走，我们回家。行了，一直用小火烧着，我出去打个水，马上就回来，你们看着点啊。好香啊！娘亲，兔肉好好吃啊！你都吃了？妹妹，我们出去玩吧。肉是我吃的，是我吃的。娘，以后打就打我，打我吧。
看来他们被以前的我打怕了，以后慢慢的改变他们对我的看法吧。走，洗手吃饭。吃饭。他竟然不惩罚我们！吃啊！刚才的胆子哪儿去了？娘，是我的错。娘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什么时候追究你们的过错了？再说了，这些兔肉本来就是给你们吃的。来，小心烫。好吃。娘，我还要。还不赶紧过来吃饭？以后这些肉啊，你们想吃多少，娘就有多少。快来！行了，你们吃完记得出去溜溜神儿。我呢，先去把兔子皮洗一洗啊。好。明天把兔子皮拿到镇上，应该还能换点钱。娘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娘真的对我们好了。娘亲，你在家好好看着弟弟妹妹啊，我去镇上买点东西。娘，你这次不会再抛下我们吧？放心吧，我既然当了你们的娘，我一定好好把你们养大。刘大叔，真是麻烦你了。不是我说你呀，你那几个孩子虽然都不是亲生的，但毕竟年纪还小，你也不能说打就打，说骂就骂呀。做人留一线，以后还要孝敬你嘞。我知道了，刘大叔，以后我会好好对孩子们的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把牛套上啊。看来之前我的形象太差，以后找机会挽回形象吧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老板，请问你这里收兔子皮吗？这兔子皮能卖半两银子应该就不错了。那你这兔皮一点杂质都没有，这是你剥的？是的。我给你1两银子。谢谢老板，你手艺不错，以后有这样的兔皮来找我，我给你好价钱。好的。你快放开我妹妹！放开我妹妹！把她给我绑起来！你是要卖了我们？我不认识你们，我不跟你走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娘！苏雨啊，这嫂子啊也是为你好，只要把这几个拖油瓶卖了，不耽误你再改嫁，是不是？这个女人是我婆家大嫂，当初婆母去世，就是她把我们赶出家门，现在又联合张大强那个畜生，要卖了我的孩子们。我孩子们的事，还轮不到你们插手。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，反了天了你！想卖我的孩子，还敢对我动手？你居然敢推我！你这个坏人，居然敢推我娘！你们3个人拿了谁的钱就去找谁去，这3个孩子是我的，我没做主把他们卖了，我看谁敢把他们带走。我们不能白跑一趟。这不是还有一个吗？你们觉得亏就带走这个。这孩子长得这么丑，谁会喜欢啊？对，我们丑是丑了点儿，所以啊，不能卖我的孩子，要买就卖这个的孩子。我的孩子说不卖就不卖。启之，
去叫村长。没事吧？村长来了！怎么回事？沈家大嫂，我知道你看不惯这3个孩子，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自作主张把孩子卖了，把银子退了，这孩子不能卖。村长，现在这些人在我家门口闹着不走，要不您报官吧？沈娘子，我们出来是做生意的，这报官就免了吧？啊，我要报官。你再考虑一下，报官的话，对村子也不好。是啊，是啊，说的是报官可不太好啊。既然村长您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给您这个面子。但是，我今天要和我大嫂一家断绝关系，省得我哪天不在的话，他又偷偷把我的孩子卖掉。只有跟你们划清界限，我才能安安稳稳的带着孩子们过我们自己的好日子。村长是他虐待孩子，我才为孩子找个好归宿的。像他这种人，你应该做主，把他休回家去。闭嘴！苏雨就算做了沈老二1天的媳妇儿，她也是他们的娘。去把沈家老大叫过来，既然要脱离关系，终究要来一趟。是。这个呀，他就是打骂3个孩子的。娘亲没有虐待我们，娘亲还给我们吃肉肉，娘亲对我们很好。娘打我们也是为了我们好，反正不会把我们卖了。这小子现在居然知道跟我统一战线。村长，什么事儿啊？大哥，这次叫您来呢，是想跟您说一声，我们要跟您家断绝关系，否则就把你们偷偷卖我们家儿子的事给捅出去。你就会惹事。我同意分家。走，慢着。刚才我家门被沈大嫂弄坏了，如果想离开的话，就赔偿吧，赔偿金1两银子。做梦！你这个小娼妇，我才不会给你修呢。好啊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沈彻，我们也去他们家，把他们家的门也砸了，怎么样？好，走。你不能冲我们家呀！娘，我们的兔肉都被沈铁蛋偷吃了。没事儿，娘晚上给你们做红烧肉。苏娘子，你们家的门呐，你大叔给你看了，他回家拿点东西，一会儿就过来给你修。那就谢谢楼婶子了，一会儿我多做点饭，你跟大叔就都在这儿吃吧。不用了，我家里啊还熬着粥呢，你呀让孩子们多吃点就行。娘，安宁不哭了，看看娘给你买什么好吃的了。那是果子，这叫冰糖葫芦。来，安宁。好吃。给你的。想吃就动手拿，畏畏缩缩的像什么样子？给。娘，这新被子是给我们盖的吗？不过你们要洗了澡才能上去。刘婶儿，刘婶儿，哎，刘婶儿，这是我刚炖的肉，让你们来吃，你们都不来吃，快来尝尝我的手艺。不行不行，这肉你留给孩子们，给孩子补身体。刘婶儿，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？你要是不收，日后乡里乡亲的，我有需要帮忙的时候，你说我还怎么张口啊？也不能就这样送菜呀，哪有人实打实的端着这么一盘肉送过来的呀？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们呀就收下吧。哎呀，你这……我先回去了。哎呀，一会儿我要去山上，你们谁想跟我一块儿去？
我去，我要去。算了，你们还是别去了，跟哥哥一块儿收拾家务吧。我给安宁讲个故事好不好？刘婶儿，娘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你捉这个干什么呀？不好吃啊，腥得很。我这就是看着长得挺喜人的，想做来尝尝。哎呀，行，这呀是我和你说去年收的绿豆，种的少就自己家留点吃。我和你说就熬个绿豆汤，实在吃不完就给你拿过来了点儿。刘婶儿，您太客气了，坐，去玩。刘婶儿，我这儿有点事儿想跟你请教。你也知道，我一个女人带着3个孩子，得找点门路赚点钱。这不，看您拿过来的绿豆，我想着做点糕点，拿到镇上去卖。您觉得能卖得出去不？可以是可以，咱们没这手艺呀。总归是要试试的，大不了失败，从头再来。行。谁在那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张大强还是有几分小聪明的。早上卖我儿子的事，他早早的溜走，嫁祸给沈大嫂。这次算他倒霉，自己摔的，怪不了谁。还不走？他是死了吗？不知道，走。沈彻，我没有杀他，他也没有死。哦，他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们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腿伤了，所以不会再来找我们麻烦了。我知道娘亲没有动手，是他自己摔伤的。彻儿现在真是越来越聪明了。本来呢，我想给他个教训，因为我害怕以后再有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但是娘承认，娘这样做是不对的。我知道娘是为我们好，之前娘对我们严厉，是不是有难言之隐？之前是娘做错了，你能原谅娘吗？娘，我可以原谅你，但是你能不能把你刚才的武功交给我？你学这个干什么？我想保护娘亲，保护弟弟妹妹。好，那我明天就教你。聪明你个人，把我儿弄残废了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！你们在这等我。你赶紧给我滚出来！张大娘，真的是苏娘子做的吗？先不说这张大强5大3粗，这苏玉这么瘦弱，也不像是能动手的呀。我儿子说有可能是他，就一定是他！我要弄死这个小娘皮！哎呀，苏玉你个，你把我儿弄残废，我要弄死你！我苦命的儿啊，你让娘怎么活呀？张大哥，这是怎么了？张大强平日游手好闲，偷鸡摸狗的，去我家晒豆子他都要抓2把，要不然大家都姓张，谁要来帮忙找凶手啊？村长来了，村长来了！村长，你可要给我做主啊！这个小娘皮把我儿子的腿砸断了，他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，这可让我以后怎么活呀？张大娘，你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的污蔑人呢？我哪有什么力气能够打断别人的腿？村长，你可为我做主啊！空口无凭就是污蔑。你儿子什么时候摔断的腿？且问问他这段时间在做些什么？就是刚才，我们刚才一家人正在吃饭呢。小帅刚才才刷了碗，
再说了，我这力气怎么可能砸断别人的腿啊？张大娘，你倒不如说我偷了你们家的粮。谁不知道张大娘睡觉都把米口袋放自己枕头边，生怕被人偷啊？你，张大娘，你有这个时间为难苏娘子，还不如早点带大强去看大夫。知道你老来得子心疼，但是也由不得你信口胡说，要不然这个村子容不下你。村长，刚才的事，多谢您了。你要好好善待3个孩子才好。您放心，我肯定会好好对待他们的。要是想做绿豆糕，家里的东西不太够啊，得去买些白糖和别的。我今天要去镇上，你们几个谁跟我去啊？娘，我要跟着你。我也要去。娘，你去镇上干嘛？去买些白糖和别的材料做绿豆糕。绿豆糕听起来就好好吃。小馋猫，等做好了，第一个给我们安宁吃。快来尝尝。给。谢谢娘，这绿豆糕太好吃了，好吃。刘婶儿啊，刘婶子，尝尝我做的绿豆糕，我打算拿到镇上去卖，试试看。好吃啊，这比我在街上吃的呀都好吃啊！老刘，你快尝尝。好吃，可以卖。明天我去镇上送菜，小苏，你明天坐我的车去。那就谢谢刘大叔了。你们几个在家等我，我去山上看看有什么能吃的啊。娘，我也要跟你一起去，我可以挖野菜。行，那你跟我去吧。老二在家看着妹妹，等我们回来。上次娘就用石子打死了一只兔子，这次我也要跟着娘学学。你们这是也要进山啊？走。娘，你看那儿。这只可以带回去养着。娘，它的肚子好大呀，应该是有了小兔子吧？只是可惜了，灰兔子皮卖不了好价钱。走吧。娘，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还好没有摔到小兔子。等我上去啊。娘，那是什么？小彻，把这个埋到你篮子下面，我怕小兔吃了。娘，这是啥？这是宝贝，明天拿到镇上去卖。这黑乎乎的东西还是宝贝？算了，听娘的藏好吧。走。你好，请问您这里收乌林参吗？你有？您看看。
陆慈，你家公子有救了！陆公子，陆公子，你这女子，谁让你进来的？陆公子，陆公子，你看这药材，这哪来的？这位姑娘的。姑娘，这乌灵参你从何处得来的？我昨日在山上挖的，你要吗？我要。都给你，这是100两银票，我买了。多谢公子。哎，嘿嘿。姑娘，请留步。你这筐里可还有别的药材要出售？没有了。姑娘要是有药材，可以拿过来。我虽不像那位小子般出手阔绰，但我也不会坑你。我知道了，但是真的没有了。这筐里是我打算拿去镇上卖的绿豆糕，如果下次有药材的话，我会再来的。绿豆糕，我可以看看吗？我家夫人近日在念叨这一口。可以。这个是我打算拿来试吃的，您尝尝。味道不错，有多少？给我来2斤。绿豆糕我可以也尝尝吗？啊，可以可以。这味道属实不错呀！你这小娘子手艺真不错，跟京城的比都不相上下了。这样也给我来2斤。可是我今天没有带秤，我不知道你们要的够不够。有多少？我们分了吧。多少银子啊？绿豆糕5文钱一块，你们一人分35块，一共是175文。这么便宜啊！来，这1两银子，我们俩的，不用找了。这少年还是个大方的，今天赚发了。谢谢。好，这里面还有4斤的钱，明天送到这里来，剩下的当跑腿费了。那就是说，今天赚了2两银子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不哭了。咋了这是？妹妹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好了，不哭了不哭了啊！怎么了这是？妈妈，你别打我！你跟我说，娘不打你，为什么哭啊？我尿床了。哎，没事。来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就是尿床了吗？洗干净就好了啊！安宁不哭了。我问了孩子们半天，还以为是咋了，原来是尿床了呀。娘怎么突然变好了？尿床都不打人了。对了，刘婶儿，那个我还有点事儿想找你。我听大叔说你家是不是还有点绿豆，所以我想再买点。行呀，不过是去年的绿豆了，你要是要的话，去我家看看。没关系的。哎，行，我先回家了啊。回家了啊。婶子，去年呐，我们一共收了100多斤绿豆，一直有事儿就没卖出去。婶子，我看人家的绿豆都卖8文钱1斤，可是我现在只有400文，所以我就先要50斤，然后明天把钱拿过来，再办剩下的。这不行，别人来说才5、6文钱1斤呢。对呀，村里哪有卖8文的？算你5文钱。婶子，7文钱吧，您这个都是好绿豆，我不能白占您便宜。6文钱1斤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大叔，就7文钱吧，我给您7文钱，其实还是想让您再帮我一个忙。你说。大叔，您以前是木匠吧？我想让您帮我定制一些绿豆糕的模具，我按市场价定制。哎呀，没问题。你要什么款式的？要2种款式吧，一种花朵型的，一种小兔子型的，你看可以吗？哎，好好好。太好了，那我明天把钱拿过来，再办剩下的。哎，好好。娘，你做的绿豆糕好好看，来尝一尝。来，明天我要把这些绿豆糕拿到镇上去卖，
你们谁愿意跟我去帮我收钱啊？我要去！你这个小机灵鬼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们一块儿跟我去，怎么样？绿豆糕5文钱一块。你这花朵糕点我喜欢，不过我买了，你就不准再卖给别人了。小姐，您这是开玩笑吧？我们一家人要靠着这个吃饭的。那你今天做的我都要了，你做多少我要多少，可是你得等3日之后再卖。姑娘，咱们府上吃不了这么多。哎呀，我不管，这花样很特别，我生日宴上的糕点必须是最特别的。你卖不卖？小姐，你看我这花朵糕点就剩这几个了。我家里有新的模具，是小兔子的。我呢可以做出来，先拿来卖给你，等你生成过了，我再拿出来卖。当真？自然，我明天还在这儿，我可以先做一块给你看看。好，那你今天做的我都要了。明天啊，我再要5斤花朵形状的糕点，你带着小兔子的一起送到程家。行，那今天这个一共是150文，明天的得需要交付定金200文，等到货以后啊，再付400文。这是1两银子，你明天直接送到程家就行。好了，我们收拾东西回家。看起来也不是很难，我也要回家研究一下。来，我们数数看，一共有多少个铜板？我来数。哎，好像还有。来吧，把这铜板串起来。总共有多少个？667。娘，667个，可真多啊！这样，我们留下来7个铜板当明天的车费，把这些剩下的都拿去给刘婶子买绿豆，怎么样？好，快串。娘，你看，沈彻，帮我放面，这白面放的越多，绿豆糕就越好吃。好嘞。小姐，这个是你要的小兔子的糕点，这是10两银子，多的呢是赏你的。你要是做得好的话，我还会找你的。那就多谢程小姐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对了，如果小姐喜欢吃的话，我可以把方子送给小姐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好，如果你愿意把方子送给我的话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尽管告诉我。还真有一件事想求小姐帮忙，就是我儿子到了上学的年纪，不知道小姐有没有推荐的教书先生？我爹就是教书先生，我就推荐你我爹。那就太谢谢小姐了。你愿意把绿豆糕的方子给我，我应该谢谢你。我卖绿豆糕已经被张大强那一家子盯上了，弄出了一样的绿豆糕，还故意低价卖出去，肯定会有人不在我这里买绿豆糕。等我把绿豆糕的方子给程小姐，安排好孩子们上学的事，得换一换点心的花样来卖了，给儿子挣学费。程先生，听说你这里收学生，所以我来此问一问。除非是天才学生，否则我不会收的。明白。先生怎么考核？就让他做首诗吧。快，把娘教给你的诗背给先生听听。快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好诗，好诗！小小年纪竟能做出来这么厉害的诗，这个学生我收了。学生见过夫子。你们明天啊就可以一起来上课了。对了，只是不知道程先生这1个月的束修是多少？那就1两银子吧。程先生，这是我儿这几个月的束修。好。娘，你猜我今天遇到了谁？李正家的公子。不会吧，娘，这你都知道？就是他，他竟然挑衅我们。他觉得大哥的字写的一定不好，于是我大哥就刷刷写了几个大字，比较了一番。结果他竟然哭了。
对了，娘，你不生儿子的气吧？怎么会？你们俩啊，给娘长脸了。彻儿，程先生没给你们留什么大字吗？娘，我烧完火就去写。好的，那我去叫隔壁的刘爷爷、刘奶奶过来吃饭。小苏啊，你这是……婶子，你说你们来就来呗，还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今天啊，是小彻和启之上学的日子，所以我们打算一起庆祝一下。那怎么做了这么多呀？给孩子们吃吧。哎呀，你们就别客气了，快坐吧，我们一起吃。哎呀，小苏，你这手艺真不错呀！哎，来，彻儿，快把鱼接着。来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娘，我不想写了，好累呀。要不我还是给你卖点心。住嘴，赶紧写你的大字。娘，燃一盏就够了，亮一点对眼睛好。你们俩早点写完，早点休息。我去准备糕点了。快写。这纸可是娘一点点卖绿豆糕赚来的银子给你买的。这样的生活还挺好的。小林，在家吗？我是你哥。哥，不会是娘家的哥哥吧？当初爹娘就是为了哥哥成亲才把我卖了的。我离开家大半年都不闻不问，这突然来，不会是什么好事吧？叫你开个门都这么慢，还真是的。你怎么来了？真以为自己翅膀硬了？听说你在镇上卖糕点呢，赚了钱也不见你回家孝敬爹娘和哥哥。不是你们把我卖了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卖了那也是我妹妹，快点给我把钱拿出来！娘，这个是你养的小兔崽子。娘，他是谁啊？老子是你舅舅，快点给我把钱拿出来，不然我就卖了这两个小兔崽子。哥，有人欺负娘吗？打死他！彻儿，带着弟弟妹妹回屋。还不赶紧走，下次就不是这点小伤了。我可是你哥，还不快滚！不哭不哭，就是这里。你听，是不是小安宁正在哭呢？准是那毒妇又在打孩子了。素玉，开门，开门，素玉。娘，是大伯娘。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不要再让我见到你？你不要得意，我现在就让老二把你给休了。这个人是沈毅，孩子们的爹，他竟然没有死。休了我以后，想要把孩子卖到哪里去？你还要把孩子卖到哪里去？老二啊，这都是误会，他打骂孩子，大伙儿都看在眼里的。如今你回来了，你可得好好收拾收拾他。我们已经跟大房断了关系，而且我已经让村长出具了文书，我们家的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老二啊，他总是打骂孩子，为什么为孩子着想啊？既然你对孩子这么不好，为什么还留在这里？把安宁放下，立刻给我滚出去！爹，大伯娘才是毒妇，是他想把我们卖了，是娘拦下来了。我呸！就是你娘那个妇的错。原来如此，你们趁我不在这么欺负我的家人。我说老二啊，是他打骂孩子在先。我说这些啊，都是为孩子找一个好的出路啊。滚！从今以后我们两家再无任何瓜葛。走。小苏啊，这是你刘叔啊今天买的西瓜，带给孩子们尝一尝。这是老二吧？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小苏这一个人呐，又是做糕点赚钱的，又要照顾孩子们，你这回来了就能帮帮小苏了。你们这日子啊会越过越好的。谢谢婶子。那没啥事儿了，我就先回去了啊。你们好好叙叙旧。当初你我成亲，本来就不是你情我愿的。如今你回来，
你要和离的话，我同意。不要，不要，安宁不想没有爹爹。如果他是毒妇，孩子不会这么依赖他。看来是我误会他了。不，刚才是我失礼了。这些年你照顾家辛苦了，现在我回来，不会再让你辛苦了。好呀，你们小两口呀，就好好的过日子吧。哼。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听信别人的一面之词，我向你道歉。哎，孩子们，先吃饭吧。你个小机灵鬼！爹，娘做的饭好吃吗？当然好吃了，来，多吃点。家里没有多余的房间，你跟他们俩将就一下吧。好。你一会儿洗完之后早点休息吧，然后明天送启之和彻儿上学之后，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去镇上卖糕点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以后住在镇上会方便一些？可是我们还没攒够在镇上买房的钱。这是给我的。是，现在天色还早，等会儿吃完饭我们去看看房子。好吧。哎呦，这位就是苏娘子的相公吧？你们可是来看铺子的。今日便听说苏娘子的相公回来了，我也不敢相信。今日一看，果然是一表人才。陈姐，最近可有新的铺子？你别说，还真有。那余家因儿子赌博欠下数两银子，他家的铺子呀着急出手。你要是想要，可以过去看看。那个位置是在东街？是，挨着锦绣坊的那个铺子，在东街的最繁华的地方。咱们不是买宅院吗？哎呀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这边的铺子呀，全都是带宅院的，前面一个铺子，后面一个宅院，可划算了。只是这价格不知这个嘛，只收300两，因为他家的铺子呀着急出手，所以这价位呀比较低。亏得老身没有那么多钱，有的话呀，我自己都买回去了。属实不算贵，正常的话要350两银子，可是加上史人给的200两，我也只有290两，差了10两银子。早知道我就多拿出100两，如果不是怕我拿出过多银钱诉于起疑心，我甚至想把东街整条街买下来。陈姐，哎，这个价钱还有没有商量的余地啊？你手里有多少？290两。这铺子你是诚心想要，那就298两，真的不能再少了。还差多少？我就只有290两。先定下来，钱的事情由我。陈姐啊，这样，我先给你一部分定金，剩下的我凑齐了才能再过来给你。那就这么办。爷，今天铺子的事情就是李生安排的，并且吩咐了，只要不将铺子卖给您的妻子，卖给谁都可以。之前的事情呢？之前他们想要您妻子手上的点心方子，一直使绊子。最近打听到您的2个孩子在陈家上学，准备绑了孩子上苏家束手就擒，那些人被抓进牢里，又被放出去了。谁放出来的？是县令，县令是淑妃的人。如今太子生死未卜，几个王爷夺嫡，淑妃那一派不太安宁。好，将此事捅出去。好。哎呀，苏娘子啊，你听说了吗？这县令呀被抓了，李正家也被抄了，他们2个在镇子上为非作歹，这一下子除了2个瘤子。那太好了。最近风声紧，这铺子你还要吗？要。可是这银钱298两，那里头的凳子桌子我可都给你留着呢。行，那我买了。哎，这个店铺写你的名字，这段时间辛苦了。就是等一会儿还得回去把匾额挂上，要不你跟我一起？没问题。不许偷懒。你是谁？苏瑜呢？沈彻，
带弟弟妹妹回房间。我还没问你们是谁。我前2天来的时候，明明只有苏玉一个人，难不成这2天的时间他就找了一个奸夫？不管你是谁，快从我妹妹家滚出去！你就是苏瑜带回来的小白脸儿，叫苏瑜出来！原来是苏瑜的娘家人。果然，当初买苏瑜时，我就怕这样的亲戚会引来麻烦。要不是苏瑜一直哭着保证自己会听话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苏妞明明同意签字画押后再无关系，现在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家，现在给我滚出去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我说牛老哥，你可是说你家女儿虽说嫁了人，但是没洞房，女婿就参军死外面，这如今多个小白脸，你怎么解释？我要的可是黄花大闺女，不是你这破烂货。妹夫，你听我说，我妹妹长得跟天仙似的，你绝对吃不了亏。苏瑜，苏瑜，快出来！你爹来了，苏瑜！你们真是好样的，这才把苏瑜卖了一回，这又卖一回。你们在闹什么？你们今天来究竟所谓何事？你果然没有骗我，还真是个美娇娘。妹妹，这是我给你找的新夫婿，他会对你好的。那个小白脸是谁？居然敢伤我！你看了这么半天，没看清楚，他就是我夫君吗？你说什么？他不是死了吗？我这50两银子都已经给你了，你这算怎么回事？既然这样，小玉，你把这50两银子拿出来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不可能。大叔，您能帮我去叫一下村长吗？哎，好。我是你亲爹，就算把你卖了又如何？妹妹，我和你爹可是为了你好。这胡大可是村里的屠户，跟了他，保管你日后天天都有肉吃。哎，这儿呢。小苏，你没事吧？小苏，你没事吧？既然嫁给了沈老二，我就是沈家人。今天我爹将我卖给他，如果不是我夫君回来的话，今日还不知道能发生什么事情。村长，我要报官，你赶紧把这些人抓起来。先把人看管起来，明天送至官府。这是个误会，我们只是来看女儿，是他尾随我们过来。你敢这么对老子，老子跟你们没完！闭嘴，全部带走！哎呀，老二既然回来了，又在镇上开了铺子，你们就好好过日子吧。哎呀，小鱼呀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你怎么把你爹和你哥抓进去了？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你怎么这么坏？你个白眼狼啊！他们算什么亲人？你忘了他们挥藤条打你的时候了吗？忘了他们让你吃剩饭剩菜的时候了吗？没有他们不好吗？不管怎么说，那都是你的亲人呀。小玉，你去跟县老爷说，这都是误会呀。哎呀，这不是卖糕点铺子的苏娘子吗？怎么把自己亲人算计进去了？平时看起来人挺好，怎么心狠手辣？亲人，误会。在你们把我卖了的时候，我就没有亲人；在你们趁着我夫君不在家，把我又卖了的时候，我就没有亲人。那不也是没成功吗？你是真的不知道这个屠夫的为人吗？他害死了几任妻子，你真的不知道吗？县令把他抓起来，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他们骗人，而且报官也是因为他们私闯民宅。你走吧，我不想看见你。咦，这一家人呐，可真不是个东西，把自己亲生女儿卖了一回，还想卖第二回。这苏娘子啊，也真是不容易，差点就嫁给了屠夫。那屠夫啊，可是活生生的打死过人。哎呦，待不住了吧？哎，跑了啊！娘，以后我们就是你的亲人。苏娘子，点心铺什么时候开张啊？明日下午就开，大家可一定要来啊！好，走，走，散了。这是你之前让我做的沙发套子，你套上看合不合适？阿宇，你这个想法可真好，回去呀，我也要给自己做几套，这坐起来呀，软软的，真舒服。行啊，那我以后去你那儿也用软凳子坐了。好呀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娘怎么会到这里来找我？她应该是凤凰村找我才对，更何况她手上没有银钱，这辈子都没有来过几次镇上，她绝对不可能是自己过来的。
算了，只要他再敢来捣乱，我就把他送去牢里。苏娘子，今日可有新的吃食？有的，有薯片，还有三明治，还有我们新做的蝴蝶酥。对了，里面呀、还有专供女子休息的包厢，要不然我带你进去看看。那把这些给我各来2份，我进去瞅瞅。苏姐姐，你这里不仅有美食，这垫子也是又好看又舒服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！赶明儿我一定找一堆小娘子给你送银子。太客气了，这样吧，你想吃什么，姐姐请你。那怎么行？你是做生意的，这垫子又第一次见。苏姐姐，你怎么想出来这么做的呢？在哪里做的？在薛锦绣薛掌柜那里。赶明儿我也去做一些。那我先告辞了。爷，你咋回来了？我以为你在点心铺不回来了呢。阁里有会武艺的女子吗？有2个，一个20岁，已经出过任务，一个14岁。好，想办法让苏玉收下一个，不能让她起疑。爷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关州成威，我们不日便会离开，要留人在这保护她。好，去吧。你就是苏娘吧？我是薛飞翔，我妹妹荣华带回来的软椅，很不错，想来看看。薛掌柜，看。哎呀，这东西好做吗？这些东西不难做，你看，底下的木头打底，上边做一圈棉花包着的布，只是款式不太一样。其实啊，大致都是基本上相同的。那做起来应当不难，只要苏掌柜授予手艺，我可以批量生产。我当然同意，只不过我想跟你推荐2个人。木工和绣娘。就我旁边这椅子，都是我的老邻居刘叔做的，他是个木工，手艺非常了得。还有这个软棉套，是旁边的锦绣坊的掌柜做的，所以想让他们2个参与一下，分一杯羹。就用你说的人吧。这个东西啊，很快就会被效仿，到时候我们的生意就会大打折扣。苏掌柜的意思是？我想给我们家具贴上标签，取一个响亮的名字，这样不管去哪儿都知道是我们做的，不管是谁家的都是赝品。哦，好，告辞。这店铺现在忙不过来，不如派人来帮你卖。不用了，我们自己来就行。你明天有事吗？没事。那能不能请你帮个忙，去找隔壁的刘大叔？我想软椅的事，我们可以跟刘大叔合作。好。薛掌柜，薛夫人。苏姑娘，快坐呀。皮肤白皙，皮肤好，明眸皓齿，好漂亮的薛夫人。荣华与我说，苏姑娘是个妙人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。薛夫人，谬赞了。刘大叔你好，多亏苏掌柜推荐，我才有机会认识您这样优秀的木工。哎呀，没有，这都是小苏的意思。刘大叔你太谦虚了，我们就是看中您的手艺，这次做沙发就想让您带人做工，工钱给您算领头的，如何？我没问题。那是自然，那就这么决定了，到时候就按苏掌柜你说的，就定锦绣坊。好，那我就出样子。好，杜掌柜，我给你2成利润，就当交你这个朋友了。好，那祝咱们合作愉快。苏掌柜只是一个点心铺子的掌柜，属实有点屈才了呀。既然此事定下来了，那第一批软椅就要尽快做出来，然后推出去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想个名字吧，让人一提到家具就会想起我们。那要不然就叫薛氏家具，怎么样？哎呀，
苏娘子真女中豪杰。我已为刘大哥准备了宅院3间房，还请刘大哥及家里人都搬过来住呀。好劳烦薛夫人。苏娘子有时间便经常来坐坐呀。薛夫人何不来苏氏甜点看看？改日定登门拜访。那我们就先告退了。这苏娘子确实不错，这年纪才25、26岁的样子。听说他那儿子也是个奇才。那沈彻绝非池中之物。我瞧这个苏娘子确实不错，你可不要坑人家呀。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何事？边关告急，所有将士都需要回去守关，我也不例外。那什么时候走？不能再等了，最迟明天下午，现有10万胡人大军已然驻扎在关州城外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去买点东西吧。好，这2名女子已经连夜赶来，是时候安排她们遇上。这女子是在卖身葬父。这个人说不定是骗子，千万别上当。陆慈想的什么办法？苏瑜根本就不会上当，也不会叫人买回去。而且你看，说不定那个人还没死呢。难道他察觉出来了？苏瑜虽然手上力气大了些，但并没有内力功夫。躺在地上的可是暗格的高手，已经闭息，按说不会被察觉到啊。你看他，虽然哭的是自己爹，但是他一点悲伤的情绪都没有，而且他的手指青葱细嫩，一点都不像是经历风吹雨打的样子，所以一定是骗子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人我们买了。哎，走。你们既然卖人，我又是买人，怎么不卖了？这么巧，强买强卖，算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苏掌柜的，这个人是我准备买下来的。这小姑娘一看就能吃3碗米饭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养得起的哦。夫人，请你带我走吧，我可以洗衣服、做饭、看孩子，我力气很大，可以帮你干活。苏掌柜的，你是不敢要了吗？啊？我们花香楼可是养得起的。哼哼，跟我走。哎呦，反了你了！给我上，把他给我抓走！我们不卖了。哪有？东草是暗格的人，这老者是陆慈，简直不忍直视。这人我要了。多谢小姐，这是我的卖身契。爷，我刚刚表现的还行吧？爷，别看这个小家伙吃得多，但他力气是真的大。他呢是这2年被暗格捡回来的，我也叮嘱他，跟他说了，苏瑜是他新的主子，并且让他不能暴露这2年的事情。明日傍晚城门关闭之前，我们就出城，直奔关州城，3天之内到达。爷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关州城危，大军压境，我们要做好准备，明日就出发。是。你今年多大了？夫人，我今年18了。给。谢谢夫人。这白面馒头竟然一点粗面都没有，
夫人这是在考验我吗？我还是吃粗面做的灰色馒头吧。再来一个，接着吃，吃饱为止。老爷，你以后不用叫我夫人了，叫我姐姐就行。是。去换身衣服吧。姐姐，我来帮你做吧，你先去歇会儿。不用，没事。娘，今天做这么多肉，我帮你。不用，你呀，快去写作业吧。娘，这位姐姐是谁啊？少爷好，我叫冬草。这位姐姐以后就是咱们的家人了，你不用那么客气。她呢叫启之，以后啊叫名字就行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呀叫辣椒，不对，现在的我应该吃的是番茄。这次回来，苏玉变了好多啊！刚开始被买回来的时候畏手畏脚，现在的她有胆识，有能力，甚至懂很多东西。今天她看冬草的卖身契，她识字，可是她对孩子的好不像是假的呀。来，吃东西吧。娘，好吃。娘，你收拾这个干什么？爹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过年的时候就回来。那我跟娘等着你回来。好啦，还有娘呢。这个是给你准备的干粮，还有换洗的衣服。注意安全。哦，对了，陆慈这次也去吗？是。这是2袋点心，你们路上分着吃，记得要尽快吃。陆慈也帮了不少忙，你跟他分着吃点吧。爹，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军营的事情？我绝对好好念书。启志，爹马上就要回军营了，等他回来再给你讲。路上小心。啊。苏娘子，这些月饼每种给我来40块，还有这种大的也给我来40块。好，坐吧。你不是薛府的吗？怎么来这里买月饼？这位娘子有所不知啊，苏娘子的月饼丝毫不逊于酒楼的，而且更加实惠好吃。我们家掌柜的说了，今年送礼就用苏式甜品的月饼。8方来客的月饼，10文钱一块，大家快去，晚了可就没有了。苏娘子，你这月饼能不能再让价？我这月饼的馅儿可都是极好的，这位婆婆，你尝尝就知道了。这大酒楼的点心肯定好吃。主子，这可咋办呀？没事儿，有些东西啊，得吃过才知道。民女见过县太爷。哎，苏掌柜快免礼，1份2块，要6份，包起来。啊，需要多少银两？县太爷来吃月饼，直接拿就行了，还提什么银子？哎，该多少钱多少钱。苏掌柜的月饼做得好吃，不错。那这些一共是2两半，另20文。这样吧，给您抹个零头，您就给2两半钱就行。分明早就算好了价钱，刚才原来是在敷衍我。这个苏娘子倒是有趣。
县令大人都说苏记甜品的月饼好吃，我也要买几块尝尝。那么好看的人都说好吃，肯定好吃，我也要。苏掌柜，苏掌柜的想法很好，第一批的100套软椅一上市就被全部定了。那还是薛掌柜手段高明，我呢，只不过就是提供一点思路而已。这是3成利润，苏掌柜你快收下。这不是说好2成吗？一套软椅10两银子，仅仅1天就是1000两，本钱不过100多两。苏掌柜这钱拿着便是。我看了这个软椅确实简单，寻常工匠拆开一看便能复刻。我呢，每个月给你4个样式，这样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新样式可以卖。只不过终究有饱和的一天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自主创新。你看，薛掌柜，比如这个月饼，东西呢好仿造，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是不能仿造的，那就是装饰。苏掌柜说的有道理，那我们就在装饰上创新。还是这个吧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要不留下来吃饭吧？不是早说想尝尝我的手艺吗？崔掌柜是在这里吗？有什么事？崔掌柜家里来人了，说是有事情跟您说。他有说是什么事吗？这好像是小少爷不知分寸欠了银两。哎，有什么事就解决事嘛，何必让自己动怒？让他们滚！锦绣啊，救救你弟弟吧，那可是你亲弟弟呀！你想让我们家断了香火吗？你弟弟被骗去赌博，欠了人家1000两银子，你先拿出来，回头奶奶还你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配有香火吗？你们要是再不离开的话，我就报官了。走。干嘛呢？愁眉苦脸的。锦绣，你说我要不要买几亩地呀？买地做什么？种番椒啊。就是这个？对啊。那还不简单，买个庄子不就什么都有了？庄子？哎，买个庄子也行啊。哟，哪阵风把苏掌柜给吹来了？沈姐，这当家的临走的时候留点银子给我啊，但是这个银子吧，放在我手里属实不踏实，所以啊，我就想说，要不然去买个庄子，这个还请您帮我好好看看。这不巧了吗？苏掌柜的运气啊，着实好，我这手里啊，正好有个庄子。那带我去看看。那是自然，不过今日这天不早了。不如我们明日一早去。那行，那我明日4时过来。苏掌柜，今日我和我们当家的带着你去，这是我们当家的姓吕。苏掌柜，今日看庄子的除了您，还有青海县城的一户人家。我们走得早，你要是觉得庄子不错，就赶紧定下来，省得被人抢了去。那就有劳吕掌柜了。好，走。苏掌柜，这便是庄子的张管事。这么大的县城，就找不来一个富生吗？真是什么人都能来看庄子。看这人的穿戴，也不像是银子多的。陈姐，我们快去看看吧。这个老人家看到我是一个人穿成这样过来之后，瞬间脸就耷了下来了，看样子不欢迎我。苏掌柜，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，这里头可是有30亩良田呢。苏掌柜放心，这庄子你要是想买，也可以自己找管事。我本就是为了庄子而来，并不是为了奴才。那就好，别让张管事耽误了你的时间。苏掌柜大气。
劳烦老哥等在这里，是我的不是了。你也知道青海县如今的情况，自从县令下台，县里头有多少富户倒霉。再说了，最近出事的可真不少，能有个出银子的就不错了。罢了，不过是卖个庄子，大不了到时候我跟着当家的离开这个破庄子，谁爱搭理谁搭理。我是不会做一个农妇的仆人，这也太掉价了。张管事，你可想好了？看好了庄子，下了定金，你的事儿也就办妥了。既然如此，要是想买的话，那就600两吧。这样的话，生意就没法做了。听说旁边还有个庄子要卖呢。你这话说的，你就有点不地道了。算了，咱们先去看庄子吧。啊，我这儿呢，下午还有一户人家要来看，咱还是快些吧啊。即使来看，也不一定能定下来。但是苏掌柜可是带着银子来的。这样，我们先去看看庄子吧。庄头，是下午那户人家到了吗？庄头，那户人家说，咱这个庄子太小了，而且里边果树也不多，良田也少，已经买了别户的庄子了。闭嘴！去。我这30几亩的良田啊，可以引进这山上的溪水。这山上只有我一户人家，这溪水又可以喝，又可以灌溉。就是知道另一家不来了，开始跟我好脾气了。这庄子的南边啊，还有1亩杏林，1亩桃林，1亩梨林，还有几棵野鸡的大樱。这庄子对我们来说，也就是这几亩良田不错，但也到底是少了些啊。苏掌柜，你觉得这庄子怎么样？你看这温泉，这可是独一无二的温泉啊！其他的庄子可都是没有的，这还是纯天然的呀。还行，但就是小了点儿。还可以再扩建嘛。只不过这个价格吧，实在是超出了我的预期。580两。说好的550两，先是抬价到600，现在竟然还在抬价格。你这庄子里是埋了银子啦？陈雅慧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这庄子可是30几亩的良田，其他哪个庄子有啊？虽然你说的是有30亩，但是这良田却不多，就500两。哎呀，500两也太少了，我这庄园还有果树温泉呢。庄主，我虽然是妇道人家，但也是心细的，谁的钱都是一点一滴攒出来的，那我自然要给自己寻个好庄子。苏掌柜，您说个实诚价啊！要能谈好，咱现在就交定金，下午就到衙门落户。你要是诚心卖的话，那就510两。你这也太少，530两。这样吧，520两取折中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行，成交。苏掌柜，这都是今天新到的，你今天来得早，且看合适的话就先带走。壮汉呢10两银子，妇女5两银子。至于这个年轻的女娃，价格就高一些。年轻的姑娘怕是要被卖到勾栏里去了。陈姐，这个我还真不太会挑，要不您帮着长长眼。就这个不错。怎么说？这一身的腱子肉，绝对是个干活的好手。再看这手臂上的肌肉，不同寻常呀，这眼神一看就坚定。这个怎么卖？这个女娃得贵一点，15两银子。这个女娃看起来跟沈彻差不多年纪，想到她不被买下来，以后可能遭遇的日子。苏掌柜，我什么都会做，求求你把我买了吧，我还会劈柴做饭。行，那就她吧。厨子，我先前因为脸上涂了锅灰，我实在是害怕被卖到妓院那种地方。
你现在很安全的，放心吧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没有名字，求主子赐名。哎，这衣服怎么不穿我给你那个？我是男孩子。啊，你是男孩？那你为什么扎着小姑娘的辫子？年龄小的女孩子好卖，那个人把我打扮成了女孩子。你今年多大了？我今年9岁了。行吧，你以后就跟着我姓吧，就叫苏植，好吧？陈姐，您这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杜掌柜，您去牙行的时候，可是看见了花香楼的老鸨子？见到了。你要说的事情不会和他有关吧？怪我事先说了，给他准备了极品。不过既然被你带回来了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最离谱的是，你们俩在牙行撞上了，他还看上了这孩子。哎呀，他背后有神，看样子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免得找麻烦。这15两银子给你。哎呀，你将人送过去为好。陈姐，恐怕你还不知道吧？那小孩是男孩子，而且现在他跟了我以后，我给他取名叫苏植。什么？我这是被骗了？我话就带到这儿，至于你要不要把人送回去，你自己考量。哎呀，主子，您还是把我送到花香楼吧。我啊，既然把你救了下来，就不会再让你回到那个地方去了啊。主子，外面来了闹事的。就是这家，我们家主子就是吃了你们家点心才成这样，满脸红疹。你们快来看看，大家都来看看。苏掌柜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今日都要给我一个交代。这位姑娘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家就是小本生意，做点糕点。你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直说就行。对啊，青红姑娘，你要是有什么事，就直接说出来，我们大家伙给你做主。是给你做主。我们家姑娘今日只吃你们的糕点，总之现在很不舒服，必然是你们的糕点有不干净的东西，或者是你下毒啊！姑娘慎言，暂且不说这个点心是自家人吃的，就是这镇子上的人吃了这么长时间，也没说点心有问题。而且这姑娘姓甚名谁啊？我为何要毒害于人？我知道她是谁，她是花香楼的花魁娘子。看来这就是那老鸨子的报复。我们姑娘这一天只吃了你家的东西，难不成还能冤枉你吗？冬草，去找个大夫。是。小菊，小姐，镇上的大夫都不在了。知道了。苏掌柜，这大夫可是没有请到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报官吧，让县令大人给你看看。这就算了。苏掌柜，我本意是提醒你，如果你真的在点心里放了什么提升口感，以后还是不要做这样的事儿了。天哪，香红娘子知毁容了吗？这就是吃那些点心吃的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更得报官了。青红姑娘是靠脸吃饭的，我们必须得查出真凶是谁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就带你去医馆看看吧。我已经看过了，这么多街坊四邻都看着呢。既然你说是吃了我们家点心有事，那我也要为我们家点心留个清白，不是？主子，你没事吧？扶好你的主子，我们去报官。哼，青红，你说你是吃了绿豆糕才起的红疹，可是有证据？大人，奴家今日只吃了绿豆糕，不出1个时辰就起了满脸的红疹。当真？回大人的话是。可有证据？回大人，您可以派人去查，奴家今日确实只吃了绿豆糕，肯定是那糕点的问题。大人，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大夫给青红小姐来看一看。正好我府上有位大夫，去把人带出来。
大人，去把他的脸看看，看看究竟怎么回事。你以前可吃过，有事吗？这是第一次。主子最爱吃苏式甜点的点心了，他分明不是第一次吃，他为什么撒谎？还有剩下的吗？没有了。我这里还有一块，这是主子赏给我的，我没舍得吃。这位姑娘，你可是食用花生过敏？奴家也不知道。大人，这个姑娘是食用花生过敏，并非是糕点的缘故，糕点里面并没有花生。哦，大人，既然证明了这个糕点没有问题，那青红姑娘食用花生陷害我的事情怎么算？大人，奴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那个花生不是我。大人，都怨草民管教不严，以致他陷害了苏掌柜。堂下何人？大人，这草民是香满楼的掌事，这青红是我楼里的，今天给苏掌柜惹麻烦了，望大人恕罪。大人，是奴家嫉妒苏掌柜自己开的铺子，眼红，这才做了这样的事情。既然都有错，那便都压下去。来人！看这天，好像要下雪，一会儿得备2把伞。要不然一会儿去马市看看吧，买2辆马车。你的零钱够吗？你这又是买人又是买车买马，不够我先给你拿。够，刚才薛掌柜刚把分成送给我，这样的话有了马车，小澈和启之上去就不用挨冻了。我都忘了有这回事了，那你先去吧。走吧，请。哟，这不是苏娘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不是快过年了吗？赶着回来给婆婆上个坟。这是马车还是驴车呀？这一看就是马车。苏娘子，这马车是你自己买的吗？得不少银子吧？你要是需要通知家里，就说一声，我们都没事儿，可以帮忙。主子，小心有埋伏。趴下，不许出去。主子，小心埋伏。如果你们是想来要银子的，我这儿只有几10两，剩下什么都没有。苏掌柜，我们真巧啊！可惜我们不是要银子的，活捉苏掌柜，剩下的不死就行。抓！是。哎，等一下，如果让我们死的话，你让我们死个明白，你们到底是谁派来的？抢了田姐的人，识相的话可以留下给我当媳妇儿。咱们出去也是给娘添乱，还是别出去了。哼，做梦！主子，小心身后。啊，是爹回来了。你没事吧？你回来了。哎，怪不得爷这么积极啊，原来是苏娘子。这要是换成别人，就是咱俩上了。慎言啊。我没事。这几个人，你认识吗？你想怎么处理？这几个人是花满楼的，要不然送去见官吧。抱歉，这次回来晚了，有些事情耽误了，战事已经告一段落了。放心吧，路远路辞，把这些人给我送到官府，去见县太爷。是。那我们回去吧。萧大人，这几个劫匪绑架苏掌柜，正巧我们主子路过，这才将他们带了回来。说吧，是谁让你们绑架苏掌柜的？你是现在说，还是上刑之后再说？没有人指使我们，我们去劫财了。
还不说是吧？陆慈，我说，是田姐让我去抓苏掌柜，苏掌柜抢了那个人看中的姑娘，他在威逼利诱，让他交出那个人。把那个婆子给我带过来。发什么呆啊？快吃点吧！这些天在路上奔波，没吃上一口热乎饭吧？是。哎，对了，那边那几个人怎么样了？问出来了，这个幕后主使人就是他们口中的田姐。这个人跟你矛盾很深，这次算是逮到机会了。哦，那他们会被抓起来吗？会，连他们幕后主使人也会被揪出来。对了，这件事情你那2个朋友也帮了我们挺多忙。明天呢，我们去庄子贴对联，要不你把他们请到家里，让他们吃顿饭，就当是感谢他们了。好。那我就先走了。苏玉，我想跟你多说会儿话。沈毅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是。娘，庄子可真大，我们以后能住里面吗？可以呀，等以后寻日的时候，我就带你们来这里住，好不好？那爹也住吗？爹和娘都在这里。沈毅，把这个灯笼挂上吧。这样行吗？可以可以。哥，爹和娘是和好了吗？不知道，但比刚刚回来的时候好多了。走，咱们去那边看看。把我放了！你们知道我背后的主子是谁吗？哼，那你倒是说说你背后的主子是谁？你们把我放了！你不是要银子吗？要多少？要女人也行，只要把我放了。5000两，5000两够不够？你这条命就值5000两。5000两不够，那10000两。你把我的手解开，我带你们去取银子。萧大人呐，哎呀，县太爷呀，草民冤枉啊！我是被人绑来的呀！哎呦，哼，免了。实话告诉你，就是我让人把你带来的。你要是实话实说，就便饶你一命。萧大人，县太爷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呐？我冤枉啊！你抓草民做什么呀？陆慈，上刑！哎呦，萧大人，动手！你救救我！我什么也不知道啊！阿宇，回来了，先喝点水暖暖身子，外面冷。那老鸨子已经全招了，他就是因为之前你抢走了苏植，对你怀恨在心，屡次三番派人找你麻烦。这次要不是我及时赶回来，只怕是把你给抓走了。原来他早就对我怀恨在心，看来就是从没把3个孩子带走那次。只怕他一个人是没这么大能耐。他的背后是上任县令，虽说上任县令已经下马，但背后的势力依旧不容小觑。哎，你就说这花香楼吧，近日赌博致死的事情频频发出。这不只是花香楼了，极乐坊典型就是他的分支。他们想让清远县一蹶不振。原来这赌博的事情，竟然也是花香楼搞的鬼。
这病害不除，清远不宁啊。这件事啊，就交给萧俊吧，他一定会彻查此事。萧俊，他是我的好兄弟，啊，也就是清远县的新任县令。此次前来就是为了彻查此事。如此一来，清远县百姓终于要获得安宁了。啊，苏雨，马上就是除夕了，萧俊一个人在清远县，不如把他叫来我们这里，一起热闹热闹，如何？可以呀，过年嘛，就是要热热闹闹的。哎，你倒是提醒我了，到时候也把锦绣一块叫过来。你在这儿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？哦，我还想问你是什么人呢？我肯定是受人之邀呀，我一会儿要光明正大、堂堂正正的进去。谁还不是被邀请过来的？我也是被受邀请来的。哪个受邀请来的人会这样趴在人家门口上看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知道他是谁呀？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，他刚才一直扒在门口看。我还想问问你是谁？这是你家吗？哎，好了好了，都别吵了。哼。哇，你这椅子也太爽了吧！你连这都不知道，还来阿玉家吃饭呢？爹娘，我和大家去放炮仗了。萧大人，萧大人，哈，哎，不用这么叫，叫我萧叔叔就好。好的，萧叔叔。萧大人，哈，区区不才，在下便是这清远县县令萧俊。萧俊，他啊是沈毅的朋友，一个人在这里。这个县令居然是一个10几岁的少年郎。爹娘，新年好。谢谢娘，这我们给你准备的。真好看，我一会儿就戴上，谢谢孩子们。崔姨，过年好！小机灵鬼，来，新年好，拿去吧。没有红包，还来蹭饭吃啊？啊！所以，你家那几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尤其是你家老二，他本是我哥哥的孩子，被我安排在这里。当初我隐姓埋名来到这里，买下苏瑜照顾3个孩子。对外，我就是3个孩子的亲爹，一个当兵的普通人。那其他那2个孩子呢？谁？是我。阿玉，你听我说，本来就打算今天晚上告诉你。虽然之前怀疑过3个孩子不是亲生的，可是这突然知道，信息量也太爆炸了。现在看来，老大和老3也不一定是沈毅亲生的。你想说什么？坐下说吧。那就先说我吧。我是京城来的镇远侯，
1年前，我的父兄镇守关州城，可谁料关州城遇袭，援兵未到，我的父兄就此成了刀下亡魂。等我赶到，只剩下启之被藏在密道里。我带走启之，本想找个好人家保护他，可是太子出征被设计，携带皇孙逃跑诸多不便。皇孙就是小彻和安宁。我带着3个孩子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家愿意同时收养3个孩子。投奔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沈伯娘，认作他的小儿子，我又假扮成3个孩子的父亲，后来买下你，暂时成为他们的后娘。那程先生呢？如今只教书的程先生，程家也是你安排的吗？我到了清远县，就告知程先生。程先生之前就是沈彻的少师，在清远就是为了等程先生上门。可谁知这误打误撞，你带着小彻直接去的程家。那你是不是要回京城了？清远县比京城安全得多。请你放心，如果真到了那一天，我一定会带你走，到京城去见我娘，我娶你。好。爹娘。